我是瓜皮儿，明日传奇前情提要。传奇小队在2147年的行动不仅没有阻止萨维奇的计划，甚至还加快了事情的进度。米克告诉他们，如果他的刺杀失败，时间之主就会派出猎人以及雇佣兵不断追杀他们。为了躲避追杀，他们来到了时间线还未稳固的西部世界，在这里解决掉了他们惹的麻烦之后，猎人出现。他临死前告诉米克，时间之主已经派出了漫游者，漫游者会清理掉小时候的他们。1990年中场，小米克的家，吉丁恩计算出了漫游者会出现在这个时间，袭击他的年轻个体。屋内烈火熊熊，而小米克却坐在屋旁的草垛发呆。当漫游者要解决掉他的时候，雷突然变大，一枪干飞了他。Zara 在和查亚拉训练的时候，查亚拉击中他的要害，然后聊起在西部时候发生的事。四人来到大厅讨论漫游者，如果他多次穿越，会对时间造成不可逆的伤害，所以他只有一次机会袭击他们的年轻个体。吉丁恩计算出漫游者的下一个目标将会出现在07年的星城，袭击对象是 Zara。刘海 Zara 正在警局接受审讯，他的父亲正责怪自己没有看好女儿。突然，屋外发生暴乱。漫游者闯了进来，警察们朝他开枪，但子弹都被弹开。小萨拉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招呼他爹解开手铐。当他逃进了一条死巷子，中分萨拉出现，和他大战了起来。二人打得难解难分，期间还不忘和自己对视一波。好在米克知道补刀，为了确保刘海萨拉的安全，将他带回了飞船。吉丁恩追踪不到漫游者的踪迹，所以其余没有被袭击的人都有可能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。大伙儿开会讨论，漫游者很有可能正在某个时间线上潜伏着。如果他们死于过去，也会死于现在。雷提问了，是不是我已经死了？只是我不知道。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瑞普告诉他们，查亚拉是转世之身，漫游者就算对他出了手也没啥意义。而自己作为前时间之主，如果遇害，将会对时间线造成威胁。被关到仓库的两个小家伙发生争执，小米克说刘海萨拉身上的味道好闻，中分萨拉告诉他，小萨拉不喜欢你这类型的。雷躲在卧室里偷偷吃零食，查亚拉又来找他谈心，刚开始只是煽情。当他从床上下来之后，正准备掏出戒指求婚，突然开始疯狂抽搐，身体多处出现淤青。吉丁恩对雷的时间线进行扫描，找到了漫游者出现的地点。雷正在挨揍，其实被打得都快起不来了。他朝雷开枪没打到，你说气不气？火风暴对他进行攻击，但他暂停了火风暴身体周围的时间，将他弹到了一个凉快的地方。雷已经没有体力，瑞普捡起他的战衣，咣的一下给他打飞了。飞船内缓过来的雷身体开始恢复，而他刚好趁这个机会。查亚拉躲在角落里思考人生。Zara 看出他有心事，当时他接受了雷的求婚，是以为他要挂了，可他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二人离去，却被恰巧路过的雷听到。1972年的中场，他俩准备窃取斯纳特宝宝。查亚拉看到婴儿后母性泛滥，Zara 嫌他耽误事儿，过来一看也母性泛滥了，好在没忘干正事儿，顺手就把孩子给偷了。接下来该去偷抱杰弗逊和斯泰因的宝宝形态。斯泰因一想到能看到自己出生时父亲的样子就兴奋，杰弗逊却告诉他，自己的父亲在他母亲生完孩子后出任务，没多久家里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。1950年的常青藤，斯泰因的父母在路上把他给生了出来。米克披了一层皮，瑞普解释他是个医生，然后就把孩子给抱走了。1993年的中场，斯泰因看到了这位军人，他正准备执行任务，想趁着现在把杰弗逊叫过来吧。见到照片里的父亲之后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军人和他说，儿子长大后一定会有出息，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杰弗逊，记住这个名字。临行前，杰弗逊想告诉他未来的事儿，但他还是忍住只说了句恭喜。Congratulations。漫游者进入婴儿房，来到了杰弗逊的床前，发现了一张字条，把该带走的人都带走了之后，来到了一个大房子旁。瑞普的养母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把大伙迎了进去。大伙在屋里喝茶，一个小家伙想偷吃，但被劝退。斯泰因说，顺利的话，我们很快就可以离开。雷很扎心地说，他们好像从没顺利过。瑞普的养母告诉大家，他为时间之主收养这些来自各个时间线的孤儿，这里是在历史中最隐秘的避难所，时间之主肯定想不到他们会出现在这里。米克看到米克在玩火柴，米克警告米克，要是你把这房子也给点了，我就杀了你。飞船起飞后，杰弗逊躲在角落里掉眼泪，但斯泰因能感应到他的情绪波动。杰弗逊一想到每次自己有出色表现，或者人生中出现闪光点的时候，要是他能看到该有多好。吉丁恩拦截到了一个时间信号，漫游者绑架了他们的亲人，为了做交换，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年轻客体交出去。瑞普主动联系他，说完还在他面前忏悔不已。他们来到了时间之主的废弃哨站，瑞普的养母带着小瑞普出现，漫游者也冒了出来，他把杰弗逊他爹变了出来。交换人质的时候，
雷跟在小瑞普身后，想用同样的招式伺候他，但他可不吃这套。这一下，所有人都冒了出来，围在了他的四周，进行一顿特效攻击。漫游者静止了所有人周围的时间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被小瑞普偷袭，他的技能被打断，所有人恢复行动。漫游者最终化成了灰。瑞普告诉大家，5岁的时候，他因为总挨饿，学会了生存之道。如果有人伤害他，他知道自己会怎么做。他们回到了瑞普儿时的避风港，聊起了小时候发生的事儿。米克找到了小时候的自己，告诉他不要憎恨自己，也不要变得像我一样，做个更好的人。斯泰因在妻子的记忆里逐渐模糊，但是漫游者所在的时间线还未消失，目前还不能把小时候的他们送回去。雷安置好未婚妻之后，又和查亚拉敞开心扉，这次他做好了准备，接受了雷的爱意。安排好家人之后，所有人来到大厅开会，时间紧迫，只有尽快解决掉萨维奇，他们才能恢复正常的人生。但没有多余的时间推算他会出现在哪条时间线，所以下一站的目的地指向了2166年。他们出现在2166年伦敦的上空，但地面上都是萨维奇军队部署的防空装置，实在找不到能落脚的地方，所以只好选择降落在郊区。萨维奇今晚有个公开活动，瑞普把能打的都给带上了。来到现场之后，他们听着萨维奇的演讲，有的听不下去，有的听得津津有味。演讲完毕，进行宣誓。萨维奇带着警卫队离去。经过他们的时候，斯纳特被萨维奇的副手卡桑德拉给看上了，他们也跟了上去。查亚拉驻守在基地，通过奇丁的实时监控，发现了他手腕上的手镯。兄弟俩想着怎么才能制造混乱呢？斯纳特出了个主意，被米克绊倒的瑞普果然被发现了。萨维奇回避锋芒，其余人留下阻止他们。萨软和卡桑德拉单挑，两人正打得不可开交。查亚拉告诉他：“你得帮我拿到那个手镯。”萨亚表示不理解，又不是在逛街。萨维奇成功甩掉了他们。小兵清理掉之后，斯纳特和他打了个照面，但是并没有开枪，也没有抓他。回到飞船后，查亚拉和他们解释，那是他们第一时时他带着的手镯，只有事发现场出现过的物品才能够杀死解决萨维奇。偷手镯的任务，瑞普另有安排。萨瑞问他该怎么教人用手镯战斗。吉丁搜索到了附近残存的反抗军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带着火风暴和雷同行。反抗军从四周围住他们。瑞普说：“我是来帮你们的。”就被带到了营地。反抗军头头让他们随意就好。瑞普和雷边烤手边聊天。瑞普曾试图在不同的时间线带着骑士逃亡，但每次都是亲眼看着他们被军队或者萨维奇杀掉。其他营地遭到袭击，他们赶到现场时只剩下遍地残骸。雷说自己或许可以通过土地样本分析出萨维奇的秘密武器，以此作为对抗他的筹码。二人来到仓库，翻出了查亚拉儿子对萨维奇的研究记录。查亚拉看到了胡夫的棒槌，当他的手伸向流星锤时，回想起了前世的经历。查亚拉告诉他，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。胡夫告诉他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送你个棒槌吧。查亚拉拿着他高兴地挥了一下。会议结束后，查亚拉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。卡桑德拉在训练手下，完事之后遣散他们。米克在后面清了清嗓子，然后被兄弟俩给挟持。米克说：“我俩是江洋大盗，专门抢手镯的那种。”四周警报响起，卡桑德拉被带回飞船。他告诉瑞普：“我认识你们所有人，因为我是萨维奇的女儿。”大伙开会，如何把卡桑德拉变成他们的优势？米克提议，一天给萨维奇系一根手指，系到他认怂为止。这哪行啊？斯纳特请缨，卡桑德拉告诉他，自己的父亲阻止了皮尔散播病毒，并且是唯一敢站出来反抗他的人。米克帮他融化了手镯，附魔在了狼牙棒之上。雷和斯泰因研究出了萨维奇的毁灭性武器，得知那不是导弹，而是脚印。飞船开始颤抖。卡桑德拉知道是父亲来清理反抗军，并且来救他了。他们可以逃跑，但是难民跑不掉，所以把他们一并带上了飞船。瑞普差点崩溃。最后一位难民登船后，飞船起飞，但刚调整好方向，他们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型机器人。机器人抓住飞船，将他们扔出去老远，倒省得飞了。飞船系统受损，已经修不好了，难民也在飞船里，所以他们不能逃跑。斯纳特为了让他认清自己的父亲，将他放了出来。看到所谓的反抗军之后，卡桑德拉依旧坚信父亲是个好人。斯纳特告诉他，皮尔释放病毒也是受你父亲怂恿，顺便给你看看上集回放。卡桑德拉看着视频，心中五味陈杂。雷为了阻止机器人，有了大胆的想法。他以时光驱动支撑自己的引擎，可以使自己变大。如果失败了，他的身体就会因膨胀而亡。他按下了战衣的开关，变成了光的化身。机器人也来到了他的面前，雷上来就给他扔到一边，但这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，还被他一拳抡到800里开外。杰弗逊提醒他别忘记自己有镭射枪。机器人接近，他顺手拔了一根电塔，把机器人给抡翻在地。他飞起来，
一炮把雷给干晕过去。机器人一边靠近，杰弗逊一边给他打鸡血，好在醒了过来。在巨人之间的皇城 PK 下，机器人的头被打爆，停止了运作。萨维奇得知自己的女儿平安归来，但他的手镯不见。卡桑德拉一撒谎就被萨维奇给看出来了，二人翻脸，其余人也从藏匿的角落出现。萨维奇试图说服女儿站到自己这边，卡桑德拉却说他是个怪物，他感应到了查亚拉的存在。查亚拉飞过来，把他带到没有人的小黑屋，对着他一顿抡，其余人都在忙里忙外的清小兵。他用狼牙棒给了萨维奇一下，萨维奇惊呆了，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，好疼啊！查亚拉越战越勇，一番搏斗之后击中了他的胸膛，将他打到一边。当他准备结果萨维奇的时候，冲进来一个警卫，查亚拉打掉他的头盔，发现这个人竟是转世之后的胡夫。萨维奇在胡夫觉醒之前就发现了他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锁住了他的意识，只有自己才能打开他意识的枷锁。如果萨维奇死掉，胡夫的意识也会消失。他咬了咬牙，他还是狠不下心，瑞普也只好将他俩打包带走。被关进牢房的萨维奇用微笑面对生活，因为他知道他们杀不了他。萨维奇告诉瑞普，别以为这样你的妻儿就可以躲过一劫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